100多年前，大作家马克·吐温翻山越岭，只为亲眼看一看这镶嵌在群山之间的蓝宝石湖面。这无疑是地球上最美的画面，他这样说道。而这片让马克·吐温魂牵梦绕的天空之湖，就是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太浩湖。当然，和马克·吐温不同，我们不用翻山越岭，也不用辛苦露营，这些全靠着我们的新坐骑特斯拉 Model Y 替我们搞定。那么，就让我们从旅途的起点开始吧。现在出发要去太浩湖露营了。现在是周四早上8点半，我们先去超市买一点好吃的。在超市买完东西了，现在要出发前往太浩湖。现在我们是70%的电，然后开过去大概从湾区要4个小时，路上肯定是要充一次电。好，现在出来，在半路超充站有个电，然后再继续开往太浩湖。这样有点紧，看到太浩湖就10%了，我们其实可以中间再多充一次。OK， 好的，导航设置完毕，我们现在就开启 FSD。我们把 FSD 更新到了14.3.4，设成标准模式，车子在高速公路的车流中稳步前进。我们不需要过多干涉，只要保证时刻观察路况，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就好。当然路程还是很长的，少不了吃点零食提振士气。现在已经开了40分钟了，我们还有1个小时到达那个第一个充电的地方。现在开了1个半小时，现在我们电量是70。开超充桩，走车，方向盘收红的。我们在边充电，然后边看世界杯的集锦。有大屏幕就是好呀。这是刚刚在超市买的辣芒果干，虽然听起来很猎奇，但是还挺香的。它就是甜甜的，然后外面裹一层辣椒粉。大概充了15分钟，充到80了。把电装满。从大概37充到80，大概10块钱。然后还有2个小时到太浩湖，路上我们去一个麦当劳吃个中饭。好，我们到了这个麦当劳，饭已经上来了，开吃吧。吃完午饭，我们继续向东，穿过埃尔多拉多国家森林。没过多久，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弯道。这一峰回路转，太浩湖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So beautiful！ 我们穿过南太浩镇，第一站要前往位于太浩湖西南方向的 Eagle Lake。太浩湖旁边了。哇，真不错！转过山脚，映入眼帘的是翡翠湾。这里的湖水呈蓝绿色，是太浩湖拍照打卡最多的地方。不过每年初夏，太浩湖这里的松树都开始谈恋爱，产生大量黄绿色的花粉，就连蓝绿色的翡翠湾也被迫镶了个金边。走啦，停好车了，我们出发。这里的停车费是5块钱，这还挺难走的。我们现在走的是Eagle Lake Trail，3公里往返，大概135米的爬升，难度中等。这条路线短而精华，一路上能看到瀑布、溪流以及终点的高山湖泊。这个叫 Eagle Fall 对吧？小鹰瀑布。Eagle Falls 分上下2段，这条步道探索的是上段。目前是风水季，溪流湍急奔腾而下，让本来炎热的攀爬也变得清凉起来。这条步道的石阶很多是从这里的花岗石岩壁之中开凿出来的。走在这些古老的岩石之上，感受着被森林群山环绕的感觉，劳累也一扫而空。哇，你看这里台阶弯来弯去，走之字形，还行，它有台阶，不是直接爬石头。
我感觉我们应该快到了，已经爬到最高的地方。一直是上山，待会儿还要原路返回爬下去，应该就是这儿啦。前面湖看到没有？那到了。Eagle Lake 是海拔约1829米的高山湖泊，三面被裸露的花岗岩峭壁环抱，背后是 Maggie's Peak 锯齿形的山脊。湖水在阳光下呈碧绿色，冰凉清澈，平静安宁。这就是一个高山湖，然后它这个湖口有个瀑布，这水好清澈，有人在里面游泳。哇，水还挺凉的，别看夏天26度。哇，这风景绝了！小心相机。好干净的水啊！这有一只鸟，应该是 Blue Jays。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原路返回。回程的路上能远眺到太浩湖的美景。这都要爬我脚上了，小松鼠。这是花梨鼠吧？如果有一个塑料袋，你摇它就会跑到你这儿来。可是我没有塑料袋啊！这人太坏了，在摇裤兜。好了。哇，终于又回到车上了。我们现在去找一个那个超充站充电，现在又只有32%的电了。哇，我现在就想来杯冰咖啡。我们就要在这儿录音，晚上。这个地方，在山脊上。对。哎，这狗子特别好笑，这狗子老在看风景。山上还有雪。我们现在在超市买好了晚上和明天早上吃东西，现在出发去营地。这远处的一些据说都是花粉啊，好夸张啊！我们现在去我们的 campground， 现在在 campsite 入口 check-in。我们现在已经开进这个 campsite 了，然后刚才在门口的时候，管理员跟我们说这附近有很多的哈。好啦，我们到营地啦，要收拾一下，然后把后面的床收出来。门的，大家看一下我们营地的环境，看这是一个放食物的箱子，以防熊来骚扰我们啊。然后我们这感觉就是在山林之中环绕着，然后我们有一个吃饭的地方，准备铺床了。先把这个垫子抽起来，铺到我们的被子底下。现在都睡好了，铺上我们的厚被子，然后再放上睡袋。哒哒，大功告成。哇！还可以吗？啊，舒服。哇，它这个塞塔19好，可以直接看到湖。营地里有一个观景台，我们走过来看看风景。你看那边在下雨，夕阳其实在那边。哇！我感觉不能飞这种飞机，是，这样能来拍星空就好了。
哦，在营地边看球赛边吃饭。Sandwich。色盲女。还挺甜的。你看加拿大踢卡塔尔。哦，哎，点球了，外面乌云密布。希望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如果晚上有雨，能打到这个天窗上就好了。这边天已经晴了，我们这边的天还在阴着，还在下雨。我们现在在后面已经躺平了，现在正在通过这个后面的屏幕看比赛集锦。在铺好的后厢里躺着，惬意地看会儿书。雨滴敲打着天窗，山间清冷的空气钻进来，不知不觉就有了睡意。迷糊了一会儿，睁开眼，云雾居然散去了，在我们眼前的是满天的繁星。梦幻般的场景竟然成了现实，那么今晚也应该能做个好梦吧。今天是早上5点，外面天已经开始亮了。昨天睡得还不错。早上了。现在又跑到这个昨天晚上的那个观景点来看日出，但是云层还是很漂亮。太阳还没有升起，藏在群山之后，平静的湖面在清晨的光线下，像是丝滑柔软的绸缎。有一点点黄，还是很温柔的颜色。太阳出来，但是又下雨了。想象中的日出是那种忽然间的霞光万丈，但是今天太浩湖的日出的确是十分温柔。当太阳将东方的天空一点点染红，我昏沉带着睡意的脑袋也慢慢清醒过来。就是最接近日出的时候了，几片云实在是挡得有点结实。你看现在很漂亮很漂亮的景色。这边纷纷的很好看。有人已经看完日出了，有的人还在睡懒觉。What？ 已经看完日出了？对啊，拍到了。好了，我们都收拾完毕，早上。昨天晚上睡的，我感觉稍微有点闷热，和那个附近有20多度，而且我觉得我们得去买一个真正的那个车尾床，这个还是有一点不太舒服，特别是头那儿需要有个东西垫高。我们现在赶快吃完早饭，还有个桃子，还有面包，还有香蕉，还有最重要的是豆浆。出发啦，去走 trail。哦，这边好漂亮。我们要走的 trailhead 就在这儿。哦，这里像个小剧场一样，看这一排座，然后这个舞台，这个门有点像日本的鸟居。Rubicon Trail 是太浩湖西岸最经典的湖畔步道，沿着湖岸一路延伸，全程10几公里。这个 trail 就在这个湖边啊，沿着湖的山上，太棒了！早上空气也很清新。我们只走了其中一段，从我们的营地 Eagle Point 出发，终点是 Vikings Home 城堡。步道紧贴湖岸，翡翠湾的蓝绿色湖水一直跟在身边，湖心小岛清晰可见。步道算是比较平缓，大多时间有植被遮挡，有些地方会有点湿泥，但无伤大雅。步道景色宜人，让人不断的想停下来拍照。我们马上就要走到目的地了。
现在是在一片小森林里头。这又来到一个瀑布这儿。还记得昨天看到的 Upper Eagle Falls 吗？这里是它的下半段 Lower Eagle Fall， 潺潺流水在这里汇入 Emerald Bay。我们现在终于到了湖边了，小木屋。到了这个小屋子这里，这里有一个沙滩，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看我，你在这个水河边。哦，没事儿，你慢点。对，你看底下水真的是清澈见底。还有个小沙滩。这沙滩的这边是个 mansion， 感觉有年代了，不知道是哪个有钱人在这修的。Emerald Bay 旁的这座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建筑就是 Vikings Home。1929年，一位名叫 Laura Knight 的女士看中了这片有着峡湾风情的山水，决定在这里建一座北欧风格的城堡。她雇来200名工人，就地取材，花了6个月，建成了这座拥有38个房间的 castle。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买票进入内部参观。是他们的餐厅，看这里有花，还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在这吃饭真的太惬意了。我们来的时候售票处还没开门，所以只是在外面瞥了一眼内部的装修和陈设。就补充一点能量，现在打算离开营地了 ，check out。你有什么打算？接下来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在后面躺一躺。今天真是太晒了，阳光明媚，这就是加州。我们在湖边找了个好地方，在这躺一躺，然后躺到吃中饭的时候。这也太爽了！啊，这就是生活。这里的猫毛，随处乱丢猫毛。你有什么感想？哎呀，太爽了！看外面还有帅哥在打排球。腹肌帅哥，能看见吗？大家看见外面排球，在车尾打坐冥想。啊，小哥，干嘛？行了，去吃饭了。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上午，现在要去找个地方吃饭。我们订了一家德式啤酒屋 ，Let's go。好了，就是这里了啊。其实这边是个滑雪场 ，Heavenly。这是滑雪场山下的一个小啤酒屋。哦，咱吃一个。吃一个 platter， 吃一个烤猪 sausage platter， 再一个烤猪肘。那酒吧在放美国踢澳大利亚的世界杯球赛，刚进球了，大家都好激动，在那大喊 USA。原来因为
生皮。看，我就坐在演出盘的下面。4个不同的香肠，我只听过这个，这个是野味。这个是 elk 的，这2个是猪肉，然后这是个大猪肘的。哦，香。大香肠。这个是麋鹿味的 elk 味的 elk 肉做的。奥口味的生。那个油脂在口里爆开，就是香。哦，蘸一点土豆泥。这应该是咸菜粥。哇，好香！尝尝这个 elk 的麋鹿肉。也挺好吃的。再尝尝这个大猪肘子，哦，蘸点汁水，哇，太满足了。这个肉感，这感觉吃起来都像牛肉味了。你到了这个就是像 motel 一样的小旅馆，这就是非常的有那种感觉，是滑完雪下来啊，这么舒舒服服的睡一觉的那种小旅馆，还不错，都装修的很有复古感。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租自行车，准备租个自行车骑湖绕一圈。我们租了一辆带后座的电动自行车，詹师傅在试驾。哦，租了辆电动自行车，现在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坐了宝宝座。现在是5点左右，我们在 Nevada Beach 附近租了自行车，打算换一种方式来探索太浩湖。在林子里面飞驰，只有1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哦，这能上车吗？能。太重了，我坐在后面。詹师傅先自己骑着去还车了，我在这里再玩一会儿。好漂亮呀！这地上有很大很大的松，然后在这个沙滩上铺了一层的，这是松针吗？是松针吧。Nevada Beach 在太浩湖的东南岸，内华达州界往北2英里的地方。这里是整个太浩湖少有的宽阔沙滩，将近1公里长。最宽的地方沙滩能延伸将近300米，背靠松树林，面朝湖面和对岸的内华达山脉。没有太多商业开发，很多人来这里游泳玩水，或者什么都不做的晒太阳。买了个沙布味，又来到了老地方，在这啃。哦，这还有浪呢。现在正在沿着环湖这条公路往北边开。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湖边，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一段铁轨直接延伸到湖里，应该就是这个船坞，然后船造好了就可以从它另一端那个铁轨滑下去。咱过去看看。好像就是建造这艘快艇的地方。哇，这艘艇还在里面。
看不看得见 Mercury 就是这里啦。哦，这有点美。我们要开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带你们去看一下，就是这里啦。前面，再往前面一些哦。你看这天边，粉色的，这有一个这种码头，真漂亮。前面还有个码头，哇，这个颜色。这边，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来太浩湖滑过雪。滑完雪的傍晚，我们开着车路过了这片地方，看到了人生中最梦幻的晚霞之一。这次，念念不忘的我们又来到了这里。哇，这水好清啊！那有一群鸭子，你看啊，这群鸭子揉成一条线。天气、时间，一切都刚刚好。粉色的湖面映衬着远处的雪山，这一刻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地球上最美的画面。晚霞已经没了，就天边还有一点点粉。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在车上等到天完全黑，看能不能拍到星空。因为今天天还挺晴的，就在同一个地方。现在在黑灯瞎火之中架起了三脚架，马上要在这里拍星空，真是黑灯瞎火呀！正在调试。哇，抬头看真是满天繁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星星，就密密麻麻，感觉每一个黑的空间都有。它不只是亮的，还有那种特别暗的。早上起来啦，现在先去买个早饭，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太浩湖划船了。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了 ，Sand Harbor。我们到了湖边，现在要去租一个船，在这里排队租船。Just one side, repetitively, we'll get you going the other way. Let me get him. Ooh, I'll hold that paddle for you. thank you. You can just set that in there. Okay. Awesome. He gave you a little demonstration. Yeah. All right, guys. Thank you. 哦，走喽。我们现在在太浩湖上啦，这个水真的是非常清澈。我们租了一个透明底的，这个是1小时多少来着？80。对，1小时1小时70，2小时95。95。OK， 今天的湖面非常平静。哇，远处有雪山哎。有人在卖鼓励哎。有人在美美拍照。Sand Harbor 在太浩湖的东岸，内华达州境内。这里湖水清澈，水下7、8米的岩石纹路都清晰可见。浅处的湖水是透明的薄荷绿，往深处才变成深蓝。这样的景色非常适合泛舟游览。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值得来划船。你看这个底，可以看到底，清澈见底。说这个湖特别深，最深的地方有好几百米深。说会不会有水怪？看那边就是完全透明的船，那个就稍微贵一点。为什么我们没租完全透明的？能不能看见底下全是小鱼？水太清澈了。
它上面浮着一层花粉，最近松树在疯狂掉花粉。哎呀，让后面的人滑一会儿，我来享受一下。刚刚听那个讲解员说，这个地方海拔有6000多 feet， 那大概就是2000多千米。说这里的太阳特别毒，还好我们都穿的是长袖。坐在一个 kayak 上，然后旁边有2个翅膀，翅膀上有人在这儿钓鱼。现在应该滑到我们目的地了，这应该就是那个 Bonsai Rock， 去看看怎么个景儿。据说这是太浩湖拍照，第2多的景点，第1景点就是我们第1天待的 Emerald Bay。哇，你看这底下石头清晰可见。第一视角，沉浸划船。看看那边石头是什么样的。哇哦，这是挺那个壮观的哈。巨石之间穿梭，好玩好玩。哦，喂，你看，我感觉是这个，对，盆栽石。Hello。拿是不是？哦，不行，这是应该是那个 wave， 船 wave， 船 wave 就晃3下，他说。这往回滑了，滑到那个沙滩那边去。前面有只大水鸟，在后面辛苦的做工。划船。好啦，我们这次的行程就要结束了，3天2夜的行程，加上露营，挺放松的。回去的时候从北太浩湖走。啊，这样我们刚好能绕湖转了一圈。太浩湖好玩。行，回去要开始打工了。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